以色列增加83亿美元国防开支，苏24再添新战绩，黑海舰队新切尔卡斯克被击沉，乌克兰飞行员在英毕业。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发表讲话，2023年俄国完成战略目标。英国皇家海军现身加勒比海，委内瑞拉提高防御准备，美陆军升级新一代单兵武器，红海美军击落胡塞武装袭击。事情不少，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以色列财政部25日估算，随着以哈冲突的军事行动持续，明年国防开支需要增加至少300亿新谢尔克，约合83亿美元。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以色列财政部当天向议会提交文件，指出2024年政府预算可能要从今年5月获批的5130亿新谢克尔，约1417.6亿美元，增加至5620亿新谢克尔，约1553.3亿美元。除军费开支外，需增拨100亿新谢克尔，约27.6亿美元，用于从以色列北部和南部边境地带撤离大约12万人的生活需求，同时提高警察等安全部门预算，并为遭到破坏的定居点重建拨款。以财政部文件数据，依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在明年第一季度结束的推定估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强调，军事行动将持续到摧毁哈马斯为止。他和内阁均未就军事行动设置时间表。按彭博社的说法，以财政部的估算，凸显以军行动成本高昂，以色列已动员大量预备役人员参与加沙地带南部的地面军事行动，同时在北部部署更多军队，震慑黎巴嫩的武装部队，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以及拦截火箭弹和无人机也耗费巨量价格不菲的导弹。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11月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新一轮的以哈冲突严重冲击以色列国民经济，当时导致的经济损失已达130亿新谢克尔，约36亿美元。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先前预算，以色列在此轮冲突中的总成本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5日报道，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通过运输机和舰船向以色列运送了超过1万吨的军事装备。以国防部近日又从美国追加采购了近28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以财政部则指出，无论美国是否加大军援力度，以军都需要增加预算，用以保证接下来战争的开支。12月26日夜2时50分左右，费奥多西亚的居民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报告第一次爆炸，港区发生火灾和爆炸，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救援车辆才匆匆赶到现场。3时40分左右，港口发生强烈爆炸，一团火焰和烟雾飞向天空，变成了典型的蘑菇云。居住在港口附近的当地居民称，爆炸震碎了他们公寓的窗户。克里米亚的负责人希尔盖·阿克肖诺夫表示，乌军在费奥多西亚地区发动了袭击，港口的领土被封锁，目前爆炸已经停止，火势已局部化，所有相关服务都在现场进行。很快，社交网络上出现了消息，这些消息由基辅消息来源播出。据说，乌克兰空军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停泊在费奥多西亚港的俄罗斯船只新切尔卡斯克。袭击是在凌晨2点30分左右进行的。空军的战术航空用巡航导弹摧毁了黑海舰队新切尔卡斯克号大型登陆舰。根据港口城市的照片，整艘船被火焰吞没，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图像，因此尚无法判断船舶的真实状况。随着时间推移，真相逐渐显露。俄国防部称，2架乌克兰苏24袭击了费奥多西亚港，并摧毁了黑海舰队新切尔卡斯克号。俄国防部补充说，参与袭击的2架苏24均被防空系统击毁，但这一消息还未被证实。被击毁的新切尔卡斯克号大型登陆舰自1987年4月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建造以来一直被封存，直到2007年它解封并服役于俄罗斯海军。该船的长度为 112.5 米，总排水量为4000吨，船员87人。该登陆舰可以同时携带多达10辆中型坦克和340人，同时该舰配备了2座122毫米 MS-73发射器、A215
如 Grandman、Guard-M、MLRS 以及双57毫米 AK-725 高射炮。从26日晚上登陆舰爆炸的强度上来看，该舰当时应该搭载着见证者自杀无人机。大兵认为这也是乌克兰空军将该舰选为目标的原因。随着辛切尔卡斯克号遭受重创，黑海舰队的实力已经被乌军消去了20%，不知何时才能恢复名副其实的黑海舰队。据塔斯社12月26日报道称，英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首批乌军飞行员已完成由英国空军提供的 F-16战斗机培训基础课程。首批6名乌军飞行员将继续前往丹麦学习，掌握 F-16的飞行技巧。这批飞行员的培训于8月份开始，内容包括飞行和英国航空术语专项培训。6名经验丰富的乌克兰飞行员完成了培训，另有10名飞行员留在英国接受基本飞行训练、航空医学训练和离心机训练。自2015年以来，共有超过 5.3 万名乌克兰人在英国接受培训。2024年上半年，英国计划为另外1万名乌克兰人提供培训。伦敦向基辅提供了价值46亿英镑（约合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英国国防部长格兰特·沙普斯表示，未来乌克兰将拥有一支以高效第4代 F-16战斗机为基础的现代化空军，结合世界领先空军的训练，这是对乌克兰目前苏联时代能力的重大改进。今年夏天，荷兰承诺向基辅提供42架 F-16战斗机，丹麦承诺提供19架。此外，基辅还承诺从比利时接收数架战斗机。荷兰开始准备首批18架飞机，已于12月中旬运往乌克兰。军迷们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 F-16对阵各式各样的苏式战机，也算是美国与俄国另一种形式上的交锋。据法新社12月26日报道，五角大楼26日表示，美军击落了也门胡塞组织向红海船只发射的10几架攻击无人机和多枚导弹。报道称，五角大楼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帖表示，该地区内没有出现船只受损，也没有人员受伤。五角大楼的贴文描述了在10个小时的时间里，陆续发生了12架无人机、3枚反舰弹道导弹和2枚对地攻击导弹的猛烈攻击。胡塞组织早些时候表示，对针对红海一艘船只发起的导弹袭击负责，并对为了声援加沙而对以色列发起的无人机袭击负责。胡塞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对一艘商用船实施了针对行动，表明针对的商用船是地中海航运公司的联合号集装箱船，并向以色列南部的军事目标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同样在26日早些时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在也门荷台达港附近听到爆炸声，并补充说，一艘过境船只及其船员是安全的。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对伊拉克目标的打击以及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新一轮袭击为最新警告信号，表明战争有可能扩大为更广泛的冲突，破坏中东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我们不寻求此地区冲突升级，但我们决心而且充分准备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以保护我们的人员和设施。同时他认为这是必要且相称的回应。据防务新闻网12月26日报道，美国陆军最新的步枪和自动步枪已交到士兵手中进行测试，并将于2024年正式列装第一支部队。9月下旬，美国防部向第101空降师下属的一个排交付了新一代单兵武器步枪和自动步枪，分别为 XM7 和 XM250。及其先进光学器件 XM157 火控系统。该排与第75游骑兵团的一个小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负责进行武器测试。陆军准备在2024财年第2季度之前全面将新式武器部署到101步兵团某部。XM7 将取代 M4，用于步兵、侦察兵、战斗工兵和特种作战部队等近战部队。XM250 将取代相同单位的 M249 小队自动武器。一旦投入使用，武器和光学器件的名称中就会去掉 X， 也就是 M7 和 M250。除了枪械外，美军还研发了新式的子弹。传统的 M4 和 M249 发射 5.56 毫米子弹，而 XM7 和 XM250 则使用最近开发的 6.8 毫米
米子弹。这种美陆军开发的中口径弹药可以更好地穿过防弹衣，并有效提高枪械的准确度与杀伤力。新型子弹具有更好的穿透力，且优于 M240 机枪系统中使用的 7.62 毫米子弹。子弹能量的增加使射手能够穿透老式子弹偏转的障碍物。多发 6.8 毫米子弹可以穿过煤渣块，而多发 5.56 毫米子弹造成的损坏却无法完全穿过煤渣块的。这将掩护变成了隐藏，显示出新式子弹的强大优势。最后，制造商西格绍尔武器公司将预计在未来10年内将25万个 XM157 火控系统加入美军。该火控系统简单来说就是瞄准镜。当然，大兵这么说有点太笼统了，因为 XM157 火控系统除了8倍镜的功能外，还能将弹药、武器与光学系统相匹配。射手可以在瞄准目标按下武器或光学器件上的按钮，它会自动调整距离和子弹下落，从而允许射手快速调整火力。感觉上有点像单反相机拍照时的对焦过程。也可以提前输入目标类型、位置信息等数据，完成固定方式的射击，也就是预编程的弹道信息。唯一缺失的可能是风速的影响方面，不过对于经验老道的神射手，这个缺陷可能微不足道。对于新手菜鸟来说， XM157 火控系统也能助其快速成长。该系统有点射击游戏中锁头挂的感觉了，但它最恐怖的一点还在于，该火控系统并不是死的，而是具有成长属性的瞄准器。加上前面咱们说到的子弹多了穿墙属性，基本上美军拿上新一代步枪就相当于开了半自动锁头外挂加穿墙的挂。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2月26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表示，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中过去1年的主要目标已经成功完成。报道称，在俄罗斯媒体26日发布的新闻稿中，俄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整个2023年的主要目标是挫败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反攻。绍伊古说，这项任务已经成功完成。今年6月初，基辅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对俄军发起反攻，希望能够像在2022年秋天做到的那样，在前线获得大规模进展。但乌克兰很快承认，反攻行动开始的比预期晚，让俄军有时间来挖掘防线，建立起强大的防御设施，并在乌克兰部队前进道路上埋下大量地雷，是导致其反攻行动起步缓慢的原因。乌克兰预期的推进未能实现。尽管乌克兰确实收复了前线的一小部分村庄，并在克里米亚实施了一系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还在事实上将黑海舰队赶出了黑海，但在俄罗斯国防部的眼中，乌克兰依然寸功未立。据西班牙世界报12月25日报道，在得知英国将把一艘军舰部署在圭亚那北部的东加勒比海后，委内瑞拉军方拉响了警报。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洛佩斯认为，此次英国人战舰的出现是一种挑衅行为，他们将时刻保持警惕。报道称，英国认为英国皇家海军特伦特号巡逻舰出现在公海是对其盟友的支持姿态，但在委内瑞拉眼中，这被视为违反了已达成的协议。前段时间，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和圭纳亚总统伊尔凡·阿里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有两国之间存在的任何争议，他们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威胁或使用武力。报道称，委内瑞拉情报机构已对特伦特号的航程和其配备的武器进行了分析，只希望双方遵守承诺，不要再起事端。好了，今天的战报就到这里了，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